大家好，欢迎来到理想人生，我是Enzo。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开箱一件我给自己买的生日礼物。那这个礼物呢，是我在过生日之前1个月就下单了，但是收到这个东西的时候，生日都过去了1个月。但不管怎么样，我拿到这个东西之后，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我们一起来开箱这件生日礼物吧。这是一台富士通的电子墨水屏产品 Quaderno 2代13.3寸的。它的第1代产品和索尼的电子纸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 Quaderno 比电子纸的价格便宜了将近30%，甚至更多，所以性价比更高一些。Quaderno 2代比1代呢，主要升级点首先是它采用了 Wacom 的电磁笔。Wacom 电磁笔它不需要充电，并且呢，如果你觉得自带的这个电磁笔不好的话，还可以和其他的品牌通用，这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那这个就是自带的一个电磁笔。除了笔尖之外呢，它的这个后头还有笔头的侧面都有一个自定义的按钮，可以设置自己想要的功能，比如说橡皮擦或者是记号笔，还是很方便的。它的第2个主要的升级点呢，是屏幕采用了新1代的 E-Ink 电子墨水薄膜，据说比之前的屏幕显示对比度更高、更清晰。不过因为我没有之前的产品，所以也没有办法比较。那打开就已经是显示的状态了，虽然没有开机，它有一个演示的画面。第3个升级的地方是换成了 Type-C 的接口，这样比之前的接口呢也更方便一些，不用带那么多线出去。之前在网上看别人的评价，有好几位用户都反馈做工比较粗糙，屏幕有翘起。那我这个呢看起来还过得去。电源键呢就在 Type-C 接口的旁边，第一次开机之后会有一个简单的设置，跟着提示完成就可以了。不过这个机器呢目前只有日语和英语2种语言可以选择。开机设置除了选择语言之外，主要就是调校手写笔。这个我们现在先直接跳过吧。之后呢，它会提示我们下载一个电脑端的软件，建立连接。最后就是出来一个使用说明的文档，这样基本上就算开机完成了，可以进入使用状态了。它的功能其实真的非常简单。Home 键在屏幕的上方，按了之后就会出来功能选项。那其实就只有阅读 PDF、做笔记、记日程安排这么几个简单的功能。在第一次创建笔记的时候，它会让你选择一个笔记的模板，这个之后自己也可以在设置里面去修改，而且也可以下载一些不同的模板。那我们写2个字来试一下。写字的响应还是比较快的，而且它的屏幕跟纸比较接近，所以写起来比 iPad 要舒服一些。接下来我们把它连上 WiFi， 连上 WiFi 就可以用手机或者是电脑给它传一些文件。它的 WiFi 蓝牙 NFC 都是可以关掉的，这样更省电。不过你也可以不用关掉，因为本身这个电子墨水屏的设备也是比较省电的。用手机给 Quaderno 传文件需要下载这个 App，然后找到你想要传的文件，点这个箭头，找到 Quaderno 这个 App 的图标之后，就可以进入到配对的环节。它可以用 WiFi， 也可以用 NFC 来识别。第一次用呢，我们需要用 NFC 来建立这个连接。等到它识别出来这个设备之后，就会提醒你连上设备的 WiFi。连上 WiFi 之后，很快就可以进入到传输的环节，其实是很快很方便的。现在这个文件就已经到 Quaderno 上面了，用来看 A4 大小的 PDF 的文件呢，是非常不错的。在 PDF 上面去做一些标注、记录，这些基本的功能也还是没问题的。用电脑连接 Quaderno， 第一次需要用数据线，之后就可以用 WiFi 了，也需要专门的这个 App。这 App 呢可以管理 Quaderno 的文件夹，还有文件的上传、下载等等。另外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比较实用，就是可以把电脑上的文件或者是网页打印到 Quaderno 上面，这样阅读起来会比较方便。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演示，
那我把这个页面就打印到了Quaderno上面。你在选择打印的时候，可以看到这里会有一个打印到Quaderno的选项，点了过后它就开始打印了，很快就可以到Quaderno上面去阅览。另外它也支持分屏的功能，可以分2个部分来看2个不同的 PDF， 也可以把左边作为看 PDF 的部分，右边作为记笔记的部分，这样其实也比较方便。打开一个 PDF， 在它的选项里面就可以有一个生成侧面纪要的这样的一个选项，那你点击之后呢，就会把屏幕分成2部分，在右边就可以用来做记录了。生成的纪要的文件呢，也是和左边的这个 PDF 的文件名一样的，方便你去查找，这个我觉得也还是比较方便的。但其实相对于国内的一些电子书来讲，其实这也是非常基础的一个功能。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这个设备的屏幕和 A4 纸的大小到底有多大的差异。它号称是 A4 纸的型号，但实际上呢，屏幕比 A4 纸要略小一些，尤其是在长边这个部分，小的会多一点，宽稍微要接近一些。但实际上呢，我觉得不影响我们把它当做 A4 纸来使用。我们再拿一本杂志来比一下，跟杂志的大小更接近一些，所以用这个设备来看一些杂志的 PDF 的话是比较不错的。我另外还给自己买了一个生日礼物，就是林美的这个电磁笔。前面也提到，这个 Quaderno 呢是可以使用其他的电磁笔来替代它原装的笔的，因为原装笔比较细小，所以用起来不是很舒服，而且这个林美的笔呢确实外观会更美观一些，所以我又给自己买了一个林美的电磁笔。那我们现在也拆开来看一下吧。它也附赠了2个额外的笔头和换笔头的工具。这个笔和 All Star 系列的笔外观是一模一样的，不看里面你其实看不出来它是一个电磁笔，只是拆开之后呢，就能看到里面和钢笔、签字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笔头和原装笔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写一下试试。写起来会比原装的笔更顺滑一些，握感确实要好很多，因为它毕竟要粗一点嘛。拆开后面能看到它就没有传统的笔的那些东西了，有一些电磁的装置。另外呢，它只有侧面一个按钮，就没有后面，所以它的功能要比原装的笔要少一点。不过为了美观嘛，也可以牺牲一些功能性了。最后再说一下为什么我会选择富士通的这个 Quaderno 产品。之前我一直想买一个13.3寸这个尺寸的电子墨水屏的设备，但是呢，索尼的这个设备我很早就知道了，我觉得它太贵了，要将近6000块钱。国内的产品像文石呢，它出的 Max 这个系列呢，虽然就是功能会更丰富一些，但是我觉得很多功能我并不需要，比如说安装其他的程序啊，有喇叭呀，有背光啊，这些东西反而让这个设备变得很重，至少要比我现在买的这个设备要重200多克，那这样就会显得很笨重，我也不愿意带着它出门。另外就是价钱也会让它变得很贵，现在文石最新的这个产品也需要将近5700-5800，所以这样的话我就觉得不太划算。而这个富士通的 Quaderno 呢，我在日本亚马逊海淘的，它的本体加上运费加上税，一共差不多4100块人民币，相对于5700的价钱，我觉得性价比还是不错的。OK，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买到的一个礼物，也不是一个什么专业的评测，可能也比较简单。如果你对这款产品也有自己的一些使用的体验和感受和想法的话呢，也非常欢迎在弹幕或者是评论里面跟我们来交流。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聊，拜拜。